笑连连。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日本人看了难受，我们中国人看了享受的中日大战。本场比赛并不是一场普通的中日对决，是一场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啊。本呐，我们中国拳坛又惊现一位实力不输邱建良的实力悍将，只靠拳法，仅在一个晚上连续 KO 3位国际悍将，看得武僧一龙目瞪口呆。好，我们注意看这个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正在出场的小伙子，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江西的搏击天才吴雪松。身高1.79米，体重72.5公斤，而且吴雪松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叫对外克星，因为他专打老外，从来不打自己人，而且很少有老外能在他攻无不克的拳法之下挺过3个回合，基本上不是跪地求饶，就是猝死擂台。就连武僧一龙啊，都想将吴雪松收入门下，但很可惜，观众朋友们，吴雪松呢很聪明，也很明智，因为他不喜欢与虫为伍，便拒绝了一龙。而今天吴雪松的对手，观众朋友们可谓是来者不善了，他便是眼前来自于墨西哥的全能王者泰范霍斯坎。这个家伙之所以被称为全能王者，因为他练习过泰拳，也练习过自由搏击，而且还练习过综合格斗以及散打，包括跆拳道。而且他的比赛风格正如他的绰号一般非常的全能，技术全面，毫无短板。而且我们看他一脸得意的笑容，比赛还没开始，仿佛这场比赛已经胜券在握。而且在泰范霍斯坎来中国之前很多媒体记者就开始争相报道，说他来中国打比赛那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咱们中国人很简单。但今天他到底是砍瓜切菜还是踢到钢板，我们看了才知道。刚改没多长时间，做完了这个3回合的拼斗，马上调整身体，马上调整精神，马上进入下一轮的比赛。是的，确实很辛苦。蓝方泰范霍斯坎，红方吴雪松。从之前双方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泰范霍斯坎他的风格比较趋向于这种防守反击，他打得比较灵活，而且报价比较稳，是的，防守非常严密。那么就看本次的吴雪松能否挺入16强了。岳松就是说你既然你这么高，那好，那你想法把他的防守打开，是的，对吧？利用你的得意技，给对方造成伤害，就是击不了对方，给他打重拳，他对方有一种畏惧感，也是一种胜利。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吴雪松是靠基础打败了亚历山大希尔。我的一致了。这场比赛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双方真的是出奇的稳啊！要知道他们两个都是高手，正所谓高手过招，见招拆招。那目前来看，的确是平分秋色，出手次数也不是很多。但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泰范霍斯坎他的双手报价拿得很高，防守意识很强。打完一拳之后双手赶紧是护住倒来。而我们反观吴雪松，他的报价相对来讲比较松散，但是可以获得更好的进攻视野。霍斯坎的反击拳，霍斯坎的连续的正蹬腿，一扫踢。吴雪松现在也是不敢轻举妄动，非常谨慎。霍斯坎的连续的重拳重腿，这是非常危险了。霍斯坎，你这防守反击非常快。是的，我这场一开场的比上场打的还要厉害，还要好。上一场比赛他刚开赛第一场回合呢还略有防守，他现在没有了。天，这是刚过去多长时间？我们看这个泰范霍斯坎，他是步步紧逼，可以说呢咄咄逼人也不过如此了。但他打得这么凶观众朋友们，对吴雪松来讲，我觉得是好事儿，因为吴雪松最不怕的就是有人找他拼拳。当时武僧一龙看上吴雪松的一个点，就是看吴雪松拳法的确是太漂亮了，非常的猛，所以说他想将这个吴雪松收入门下当他的前摆。我们刚说到拳法够猛。好，裁判1次读秒，现场裁判的话是毛景宇，这是一个老裁判了，他执行过的比赛已经多达上万场。好，比赛继续。好，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铃声算是救了泰范霍斯坎一条小命。
哦，还好铃声敲响了，如果再给一点时间，恐怕这个小子啊已经被吴雪松给 KO 了。我们常说你把兔子逼急了，观众朋友们还咬人呢，更别说你将吴雪松这样一个恐怖的重炮手逼上绝路，那肯定很危险了。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继续。开始霍斯坎是加强了进攻，吴雪松的本身力量是比他要大，比他要拳的力量要比他大。值得看泰凡霍斯坎开始使用反击拳，不能小看泰凡霍斯坎这种冷拳冷腿的。对呀，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这是你看看。刚才是吴雪松也遭受到重击。双方啊都在拼这种架。好了，结束了 ，KO， 这是完全KO， 直接 KO， 直接 KO。哇，比赛结束，比赛结束，让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哇，这一拳下去，这个泰凡霍斯坎整个人是趴到了地上。哇，这拳太重了，而且是一个左手的前摆拳啊，观众朋友们，太猛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吴雪松的下一个对手，他是曾经的 WBC 世界拳王何塞鲁拉斯啊，同样来自于墨西哥。与上一个泰凡霍斯坎相比啊，这个何塞鲁拉斯啊，在进攻角度上更为刁钻啊，打得更为凶狠。好，比赛开始了，我们看白色拳道是吴雪松，而黑色拳道何塞鲁拉斯。是有过这个 MMA 的这个打法，但是我们看他站架并不像 MMA 选手那样拉得那么开。对，但是脚底步伐还是比较灵活。也是要拉进去啊！对，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非常的长，攻击距离，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发力，都是放得很长。打完的雪神中追的时候啊，这何塞的步伐转的比较活。对，他应该是研究过雪松。这场比赛的难度系数啊，相较于上一场来讲，真是高了不少。对手无论是在臂展上，还是在步伐的灵活度上啊，比上一个选手要高上太多。对，又是一次这种，而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防守的前手。对，漂亮，继续。哇，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指，前虚几次啊！哇，前手，我维修救了啊！你的胳膊长，你的步伐灵活，又能怎么样呢？吃到吴雪松的拳啊，你该倒还是得倒。甭管你在国际上有多大的名气啊，来我们中国，你是龙你给我盘着啊，你是虎给我握着好。吴雪松乘胜追击，哦，哪里跑？还敢用转身颠拳？我让你转。应该是结束了。我看何塞鲁拉斯呢，连站都站不稳了。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吴雪松啊！两场比赛都很精彩，打的都是顶级高手。好，再次恭喜，同时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金腰带属于中国，我会把金腰带留在中国。队长，又一个，再来了一个了，又来一个。我们裁判叫停了比赛。盘点那些来中国踢馆的外国黑人，一个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以为我们中国人好欺负，结果被中国勇士们挥拳暴揍，甚至重拳打飞出擂台的解气名场面。看完这期视频，观众朋友们，我瘫痪多年的二大爷都兴奋到从床上蹦了起来。第一场比赛由中国散打队长傅高峰对战来自于刚果的黑人选手恩扎巴。在双方的发布会上，黑人选手就做出了割喉的动作，嚣张挑衅，甚至还躺在了地板上撒泼打滚，嘲讽我们中国选手傅高峰根本打不过他。对此，我们中国的散打队长傅高峰也是霸气的做出了回应：该高调的时候就高调，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我不会给他任何的机会。中国队长傅高峰从散打到自由搏击到 MMA， 连续6次获得全国散打冠军。2018年跨界转型自由搏击，2020年又跨界 MMA。34岁的年龄，傅高峰在翻越着一座又一座的高峰。身高1.78米，臂展1.88米，比赛体重81.2公斤。好，我们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看一下这位曾经的散打6冠王来到综合格斗之后他的实力究竟如何？东方中国队长傅高峰，蓝方选手刚果部的恩扎巴。是这位反架的选手果然还是尝试要去爆。看到后手，高峰还是要用他的这个重拳对，还是要去攻击对方，打重击。是，所以这样的重击其实对于
按照巴来讲，还是会有一丝的忌惮在。是的。虽然说这场比赛呢是综合格斗规则，也是傅高峰啊第一次打综合格斗，他的地面本领我们不知道到底强不强，但是站立水平，观众朋友们啊，傅高峰的水平我们看，哇，后手打晃了。现在恩扎巴躺在地板上，他在赌傅高峰的不敢上前但是他赌错了，傅高峰就是这么大胆。我们来看傅高峰果然进入到了对手的封闭式防守当中。这个时候也看到恩扎巴大长胳膊大长腿了。对，但高峰还是要打一打哈。对，但是对于小拳还是要上一上。对高峰来讲要小心啊。对，小心对手往上去挂腿。是。连续的腿锤击。一次提醒要回击，要做动作。对，恩扎巴还是看护头护的比较接手。没错。是结束了比赛了。是。比赛结束，观众朋友们非常痛快。不愧是中国的散打队长，虽然说他曾经是打散打的打站立的，但是真正的格斗高手，真正的武者，他真的是无畏任何挑战。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傅高峰他又翻过了一座高峰。这种无畏强敌，勇于挑战自己翻越高山的这种勇气真的是太难能可贵了。刚刚的比赛只能说是开胃小菜，而接下来观众朋友们好戏才马上要开始。我们注意看这个头顶上顶块布的家伙，便是来自于苏丹的费萨尔，生涯战绩150胜50负他的战绩已经达到了200多场，而且他曾经还是 WBA 的世界重磅级拳王。观众朋友们实力是非常强劲，经验丰富，打法老练。但赛前他却狂言，他头顶上顶的这块破布一会儿将是我们中国选手的裹尸布。这帮黑人观众朋友们真是一个比一个狂，而这场比赛我们中国选手便是来自于新疆的天山巨炮阿斯哈提。好，双方比赛开始。开始的时候就先发制人，用自己的灵活的步伐来压制对手。从短暂的双方的缠抱的过程来看，我们看到老将扎卡利亚的袭击极具危险。扎卡利亚的远程控制打击，对方的身形条件的确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你给这么一个脑子不太好使的人这么好的身体条件，我觉得就像是你给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一台法拉利一样，他根本不会开也开不明白。钻石飞人，钻石飞膝，非常重的直接的后手拳的身体打击。我们看到阿萨提的组合拳打击，其实是给扎克利亚造成了特别大的困扰。重拳打到了，这是要数秒了。我们承认这个大老黑曾经他是个王者，但如今已经45岁了，来中国踢馆还这么嚣张这就是他的下场。现在只是个开始，只是一个读秒，而接下来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扎卡利亚也是刚刚的加盟昆仑决的比赛，可能对于昆仑决大赛的规则还有一些的适应，特别是在双方缠抱过程当中，又是一个非常重的重击，险些打到阿斯哈提。比赛继续进行，我们看到阿斯哈提在抓紧机会，继续打，接着打出了场外。铃声敲响，比赛结束阿斯哈提一拳将这个曾经的拳坛王者泰森的队友一拳打飞出了擂台。和其他的黑人选手相比，这个黑人选手他长得真的是黑的不能再黑了，而且真的非常像一头大猩猩。我们看一个钛合金的平底锅在他的手里边就像一块面饼一样轻松就可以掰弯，很难想象他的比例有多么的恐怖。第一次来中国打比赛的时候，他就拿起了麦克风放肆嘲笑我们中国选手太瘦小。在发布会现场更是一言不合就想冲上来殴打我们中国小伙子。到目前为止这帮黑人选手我算看出来了，没有一个是老实人都很嚣张，都很猖獗。好，
今天的亚洲好戏，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拳迷粉丝们看过，可能不下5遍了啊！它便是死神方面大战西蒙马库斯的经典之战。这个马库斯在死神方面和他打之前呢，在我们中国擂台啊是9战9胜啊，曾9次完爆我们中国选手，而且几乎每一场比赛都将我们中国选手打成重伤。不仅多次在媒体面前嘲讽我们中国选手不堪一击，而且不止一次在发布会现场动手打人。而这一次不败王者死神方便的出现，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残忍。这个脂肪啊，或者是说这个体型上来看，他应该是从更高级别的降下来的。没错，这绝对力量上应该方便不占优势。对。哦，马库斯这个搂住以后的这个膝啊，从我这个角度都能看到方便身上的水。哦，方便有一个重击啊，双方2个人都有重击啊。我觉得方便这场比赛是拼了，为了自己的荣誉。其实看得出来，方便也非常的轻松。还是方便击倒了马库斯。这是本场比赛死神方便第一次击倒马库斯，但是观众朋友们啊，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马库斯的处境会越来越惨。好，第2回合比赛开始。在第1回合，双方进行了一个电光火石的这种近距离交火，而且方便在第1回合击倒了一次马库斯。哇，这个比赛的这个走向已经完全超乎人的意料啊，超乎这个想象，随时1秒钟。这是什么情况？第2次击倒马库斯。没错，这是本场比赛第2次击倒马库斯啊！刚刚马库斯在跪地的时候还露出了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我只能说啊，他完全是在掩饰尴尬。哦，这一拳又打晃了，死神方便上来补拳，哇，第3次击倒马库斯，但是比赛结束了，还要再打，还要再打，这一回合还有再最后一次的 KO 机会。马库斯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我觉得。比赛结束了，3次击倒，按照规则不需要再读秒了吧？不需要再读秒了。方便创造了奇迹。好，比赛结束，这场经典大战，这场不可思议的比赛，死神方便获得了胜利。相较于前面的3场来讲呢，这场比赛可以说啊是最振奋人心的一场，因为这个我们看现场主持人都激动到哭了起来。因为这个马库斯啊，在中国横行霸道这么多年，有很多外国人说马库斯在中国是不可能输了，这辈子在中国就是一直无敌下去。直到死神方面的出现，2个不败王者之间的对决啊，压力啊都很大。好，让我们恭喜死神方便，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您觉得哪一场更为精彩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操！比赛结束，直接荒迷。实力不输张志磊的巨人拳王，一拳最高1800斤，韩国巨人根本防不住，当场打断脖颈，猝死擂台。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韩超重磅级别拳击大战。好，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韩方代表啊，来自于韩国的巨人柳良来。他目前在我们中国的战绩是2战2胜，已经是打赢了2场比赛，而且都是 KO 的方式啊结束了。最近常听这么一句话，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啊，早晚有一天呢，他是韩国人。在韩国人看来，什么孔子、老子、孙子、曹操、诸葛亮都是韩国的，什么4大名著、4大发明都是韩国的，而甚至还说呀，这孙悟空也是韩国的。观众朋友们，其他人不敢说，我觉得孙悟空啊，还真有可能是韩国人。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啊，他使棒子呀。好，闲话少说，看一下本场比赛柳良来的对手，来自于中国的天山巨人阿斯哈提。阿斯哈提是一个实力不弱于张志磊的选手，据说他呀打这个侧立的一个机器啊，打出了1800多斤。你没听错啊，他这一拳不要说打死人了啊，打死2、3头水牛，我觉得那都是轻而易举啊。虽然说我们中国人和韩国人不像和日本人一样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但是有的时候这帮韩国小棒子，观众朋友们真是比小日本还要令人讨厌，因为他们很恶心。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让我们闲话少说。白色短裤阿斯哈提，而红色裤衩韩国的柳良来。
连续摆拳，发挥了自己拳击运动员的特点。对。他如果练过这个自由搏击，接铁接一脚，对方就躺那儿了。这个连续两个组合，拳法非常好。应该问题不大。在赛前呢，柳如来的教练呢曾经表示，阿斯哈提是一名拳击手，他的腿有可能是他的短板。对，实际上你看战术非常明显，站不住，坏了，危险，因为这个战术非常的这个明显，就是攻击他的支撑腿。果然不出所料，这帮韩国小棒子啊，观众朋友们，他们是有备而来啊，研究了阿斯哈提的短板。阿斯哈提虽然说他拳重千斤呐，但是他的弱点，哎呦呦，小心，弱点就是他的腿。他不怎么会用腿，而且腿法呢相对较薄弱，但拳法很猛。前置拳对，顶着他不让他过来，不让进来，用前手拳，对，直拳顶个对手，对，然后好，接着打，用重拳换场，这个换场，对。现在知道你不是用前手拳的套路吗？我就用战术特别明显，后套腿老碾去支撑腿。对，我觉得就是在有人在出腿的时候可以还击拳正拳。现在你看阿斯哈提他的临场经验呢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对方腿法厉害，那我就和你打贴身缠抱的战术啊，来限制你的腿法。而且搂抱战术啊也完全不可耻，这是一个格斗擂台很常见啊，阻止对方进攻节奏很好用啊，很高效的一个方式。没错，情况不对，赶紧搂住。的话就会打乱这个阿斯哈提自己的这个节奏和他自己战术。是的，对，就是说他的这个软肋被对方抓住，所以有人在这里比较注重。现在场采访毛经理告诫这个阿斯哈提不要搂抱，不要搂抱。他说我也不是很想搂抱，但他光逼我支撑腿，我没办法支撑住。好，这个抓住机会，这是优点。哎，对，用优势。摆拳和持拳，这是阿斯哈的特长，他不练拳击的。对，对，看见。你光踢我这个前支撑腿，我确实不好做。好，接着打，对，还是用自己的主动进攻。对，这个柳郎还虽然你用你后支撑腿，对，好漂亮！哇，这一次的击倒非常漂亮。这是比赛，哇，哎呦，爬不起来了，要结束了吗？哦，应该不会，因为第一回合还有3秒钟的时间，对方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阿斯哈提看能不能有机会再补2拳，再来一个，再来。又一个，哎呦，这3拳打完之后，我们看，对方这个走路都有点发晃了。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阿斯哈提啊，这个比赛真是给我们来了一个过山车的体验。虽然说开局不利，被对方呢进攻了腿法，找到了弱点，但后续的拳法这一块我们找回了场面。看一下第2回合，阿斯哈提还能不能够在拳法这一块啊，给对方呢狠狠的上一课。好，接着应该是抓紧时间，阿斯哈提还应该主动进攻。对，用要头部，对，如果有两个开口地方，接着打，有可能。果不其然，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阿斯哈提想一鼓作气拿下这个韩国小棒子，而且进攻非常高效，非常的给力。好，比赛结束了。对，这个比赛结束了。哇，观众朋友们，不愧是千斤重拳，这真不是开玩笑的。刚刚的每一拳打在对方的身上，就像雨点一般啊，打的这个柳良来啊，根本扛不住。而且对方的补警不出意外的话，那肯定是要出意外了。好，看一下精彩回放，这个精彩回放真是百看不腻啊！再慢热的话呢，可能自己的腿又要遭受重击了。而且主要最大的战术是他用这个拳法主动进攻，用最好的进攻来做防守，否则的话一味防守根本赢不了比赛。是这样的。对。他毕竟是拳击团全国的拳击冠军啊！你看他的后手之拳多重，看他动作，衣服左右手的之拳，对，这2拳打的太漂亮。泰森倒在了地上，眼角鲜红的血水流了下来。这屈辱的一幕在泰森的职业生涯可谓是屈指可数。然而在赛后休息室的泰森却抱着才2个月大的儿子，一脸的幸福，丝毫没有受到比赛失利的影响。因为刚刚的比赛虽然说输了，但泰森也赢了。在2002年，泰森登上擂台，此时的泰森并不是为了荣誉而战，因为荣誉对他来讲是最不缺的东西。这一战他很简单，就是为了钱，因为他欠下了银行将近5000万美元。而就在此时，他的妻子还和他签订了离婚协议，分走了1半的财产。
这无疑让原本就入不敷出的泰森雪上加霜。虽然说此时的泰森已经过了巅峰时期，但实力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染指的，而且极高的人气也是票房最好的保证。但对于当时的泰森来讲，打一般的选手出场费实在太低，对于他的欠款来讲，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在2001年，泰森 KO 了尼尔森，获得了向世界拳王刘易斯发起挑战的机会。而此时的刘易斯正处于巅峰时期，横扫了几乎所有能打的对手，除了那位传奇人物拳王泰森。只要完成这一战，刘易斯将彪炳史册，名垂青史。因此，这一场新老拳王的对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度，这也让泰森获得了1750万的超高出场费。这么高的出场费，即使放在现如今，也是天花板的存在。在发布会现场，刘易斯还故意迟到，激怒泰森。双方在发布会现场大打出手，泰森甚至还咬了刘易斯。这一下让比赛原本就极高的热度再一次直线上涨。比赛当天，赛事方更是用人在擂台中间拉起了人形警戒线，为的就是让他们两个不要再出现意外，让比赛泡汤。双方这场新老拳王之争已经开始，我们注意看白色短裤刘易斯，而黑色短裤麦克泰森。Allongé 2 fois, le direct du gauche. Et... Oh, c'est bloqué. Ça a été bloqué. Attention, Léo. Oh, il a tenté du percute. 虽然说此时泰森已过巅峰，但其打法风格还很彪悍。在比赛一开始，还能和刘易斯打得有来有回。Voilà, encore une fois, l'histoire avec Holyfield, parce qu'en fait Tyson s'était lâché un moment. Les règles du combat s'arrêter de frapper lorsqu'il y aura un break demandé par l'arbitre, comme là. A installé Tyson ses favoris.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不断的进攻当中，泰森更为主动，而且打得更凶。反观刘易斯，则是采取了各种的搂抱战术，各种的肮脏手段。这也是泰森和霍利菲尔德打完之后啊，很多人都知道打泰森该怎么打了。你不能和泰森硬碰硬，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泰森啊打这种太极拳，也就是泰森来硬的，他就来软的；泰森软的时候，他就上硬。Il gêne comme ça un peu plus. Deuxième reprise, et voilà justement. Et Tyson qui essaye d'avancer en dessous des accents. Il faut faire attention quand même. 第二回合的刘易斯依旧是没有改变任何战术，依旧是以搂抱为主，防守为辅。L'attitude de Tyson. Oh, il a pris le percut là. Là, il a été touché Tyson. 即便这场比赛泰森的出场费高达1500万，但是啊，对于他欠款来讲呢，也仅仅只有1/3。但如果不打刘易斯，打其他的一些菜鸟啊，打一些其他选手啊，出场费也仅仅只有100-200万美元。对于泰森来讲的话，当时啊真的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回合的泰森依旧非常主动，我们甚至可以说啊，在进攻端这一块啊，甚至是压着刘易斯在打。对于本场比赛，当时后来有很多人说呀，如果泰森再年轻个2-3岁，这一场比赛啊，打刘易斯绝对能够秒杀。Je vais le maîtriser. Quel sang! Ouais, le crochet gauche de Mike Tyson. Oh oui. 看到泰森有精准的重拳，现场的观众相当兴奋。可以说，坐在前排的观众啊，有一大半以上都是泰森的粉丝。Il y a les touches bien sûr de Mike Tyson, mais des 虽然说这场比赛泰森并不是冠军，但他的名气啊和支持率啊远远要高于刘易斯。第三回合结束，泰森这边的眼角已经开始流血，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极为罕见。没办法，人是要服老的。而刘易斯这边的话几乎没有伤口，因为整场比赛下来，他前面啊都是在猥琐的打，不是跑就是在跑的路上。Dans ce championnat du monde WBC IBF. Ah, il y a du suspense, hein. Le percut encore de Lewis. Et la droite en compte.
现场观众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泰森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观众，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粉丝啊，因为他打拳非常干净。虽然说他的私生活私底下啊有点不受控制，但在擂台上他绝对是打法非常干净。而且泰森的比赛永远都是以小博大，从这一点来说呢，也不得不让人佩服。Évidemment, il pose presque son point. Heureusement, les mains sont hautes pour l'instant. Réaction de Tyson. Oh! À tout moment, oh! On en prie sur Mike Tyson. 哦，这一下是对方刘易斯压倒了泰森。这一下并不是击倒，因为没有明确的重击打到泰森，而明显啊，对方把上半身的肢体重量压到了泰森的身上。我们再看一遍，对手还没有倒，后面的话是硬生生啊给压倒了。当然，第一拳的确是有打中，但第一拳是没有立刻击倒泰森，而是后面这个刘易斯的确是手法有点脏了。Mike Tyson là n'a pas le temps. 第5回合了，刘易斯继续发挥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只要泰森打进来，他立马采取搂抱。赛前的数据来看，刘易斯的臂展啊，要比泰森长了20多公分呢。虽然说泰森在比赛的前5个回合进攻非常的凶悍，但他也吃了对手很多的重击，他的眉骨、他的鼻子啊都在流血。现在是双方的第6个回合。Oh, qu'elle était bien. Oh là, celle-là, si elle arrive. Oh, celle-là, elle est arrivée. Avec cette droite-là, normalement, on peut l'empêcher par excès de confiance. Oui. Oh. Parce que là, la main gauche, pardon, de Lennox. 从这一回合开始，刘易斯开始加强进攻，距离上的精准把控，再配合上自己的超强重拳，多次重击泰森。这个的确没办法了，因为前面的进攻呢，泰森耗费了自己大部分的体能，这导致他现在在闪躲能力上、反应速度上和进攻的速度上都有所明显下降。Encore? Non, c'est bloqué. C'est bloqué dans le gant. Sur des années. 一时的刘易斯击败了除泰森以外所有他能打的对手，无一例外都击败了。Depuis 1995, il 从这一回合开始，泰森的搂抱明显变得多了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在拳击擂台，搂抱战术是限制对方进攻节奏最好的方式。挺不住的时候采取搂抱啊，这完全不丢脸。而像刘易斯从比赛一开始就搂抱泰森的，那才是真的不太讲。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比赛即将要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第7个回合了。双方的比赛在这一回合将要分出胜负。C'est clair. Faut y retourner. C'est clair. Après les trois. Il n'en peut plus, Mike Tyson. On lui a dit, vas-y, la dernière chance. Là, choix, le dernier coup. Ah non, non, la solution. C'est bien, c'est bien, c'est bien. C'était comme un grand, très grand champion de Lewis Shaw. 8e reprise. Oui. 8e reprise et le 3e round. Oui. 哇，在第7回合，刘易斯的勾摆组合打晃了泰森，这下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要算到读秒。而且我们注意看，此时泰森的右眼已经完全肿胀，
这对他的进攻视野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路易斯选择乘胜追击，疯狂的补刀。很明显，他是想一鼓作气 KO 掉泰森。比赛结束，在刘易斯一连串的猛攻之下，泰森终于扛不住倒了下来。鲜红的血水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这是泰森呢非常狼狈的一战，但是没办法，因为他早已过了巅峰时期，在拳击擂台啊，谁也逃脱不了年龄这个问题，即使他是野兽泰森。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您认为年轻和巅峰时期的泰森能否击败刘易斯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Et puis après, il va y avoir les stockades. Ça va être